我强烈建议每一个喜欢摄影的人都好好的观察一次日出日落，甚至呢，您亲手拍摄一遍日出日落。有人说，哎，我又不拍摄风光，我干嘛拍摄日出日落呢？是这样，您仔细想一下，是不是自己拍那些好照片里边有很大的部分是在日出日落这段时间段来拍的？我也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哎，如何在日落的时候设置完美的曝光？这句话我50%的同意。确实，你需要在拍照的时候设定光圈、快门、感光度来尽可能的记录一张场景里边更多的信息，比如像太阳里边的高光，比如像阴影下边的那些细节，甚至呢，有人用多张照片拍摄曝光的方式合成一张高动态 HDR 的照片。但是我要说的是，一张好的照片其实不光是来自于相机和电脑，一张好的照片是来自于大自然。所以呢，了解日出日落光线的习性，对于您拍摄风光，甚至拍摄人像，甚至拍摄街拍，都是有极大的帮助了。您知道什么时间拍最好，您知道把相机架在什么位置拍最好，甚至呢，您知道在不同的时间段把镜头冲着哪个角度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今天呢，我们就在一个特别完美的场景，给您整个经历一遍日落的时间，告诉您日落这几个最精彩的时段。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杂志》，我是大马毛本。找到合适的时间拍日落的话，您可以得到好的照片，然后您可以让后期呢变得简单，甚至呢您可以节省到哪些买滤镜的这个时间。拍日落时间最重要，我一般来说会是在日落前1个小时到达我拍摄地。拍日落来得太晚不行，走得太早也不行。好吗？来得太晚，您这都已经看见满天彩霞，再拿着相机出门找机位，肯定是来不及了。但是走得太早，经常有那种没有摄影经验的游客会犯这个错误，就是太阳从地平线上落下去了，然后就开始收摊走人，等走了之后才发现那时候满天的彩霞出来了。这时候你要再回到拍摄的位置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怎么来判断这个日落的时间？几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高科技手机，在手机上你可以查一下当天日落的时间是几点，比如像今天写着是8点20。还有呢，你可以用专门的手机的 app 来用，比如像我用的叫 PhotoPio。这个呢，你可以实时的看到我的日落的时间，还有太阳落下的轨迹，在哪儿落下去，你都可以标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如果我要是没有手机怎么办？我告诉你一个特别土的方法，就是判断日落还有多长时间发生，就是举起你的手，然后呢，把你的手的下半沿卡在地平线上，手的上半沿对着这个相机，对着这个太阳啊，叫什么？开4指，就是说现在离日落大概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太阳每落下去1个手指头，大概就是15分钟的一个时间。从日落前1个小时一直到日落，整个的过程持续大概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在这里面，我分成6段精彩的时间，每段需要注意的事项，我一个一个跟大家说。日落的第一个时间段就是日落前这1个小时之内，随着阳光角度越来越低，这个光线从白色慢慢变成金色。这时候呢，您别光望着太阳那个方向看，反过去把相机对着这边，被金色的阳光照亮的大地，还有物体表面凸出来这个东西才是最好看的。不管是拍风光还是拍人，都是非常的震撼。现在离日落还有多长时间呢？咱们量一下啊。现在2指，也就是2个15分钟，离日落还有30分钟。如果在这个西方的对面，也就是东方这边，如果正在下雨的话，那有大概率你是可以看见彩虹的。随着太阳的角度越来越低，当它接近这个地平面这个地面的时候，你会看见天空出现一个接近180度半弧的一个大的彩虹的拱顶，非常的好看。拍日落的第2个黄金时段就是落日刚刚开始，也就是太阳开始掉向地平线。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别把相机对着这个方向了，因为怎么样？
光比太大，相机根本就handle不了。甭管你用什么样的相机，你对着太阳的部分、阳光的部分一片死白，然后你对地面的部分呢一片死黑。除非你有超长焦镜头，超过400毫米，就是太阳能在画面里边占比1/4这样。这个时间呢，我建议呢，您就别拍照了，把相机放下。用肉眼好好欣赏一下这一天中最美的时刻，您好好感受一下地球的转动，好好感受一下咱们时间的不可挽回，感受一下咱们生命的流淌，然后坐在这儿看着这个壮观的影像，回忆一下我今天都干什么了啊？是不是对着短视频又刷了2个小时？造孽呀！太阳只要刚一落下去之后，周围的这个温度唰一下降下来了，你明显可以感知到这个温度一下就降去了。所以拍日落的时候，一定把衣服穿足，把这个保暖要做好，绝对别觉得，你日落前1个小时，你甚至都觉得热，只要太阳刚刚落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冷。今天穿少了。接下来呢，咱们就好好用肉眼享受这个时间，因为再往后这个时间，咱们摄影师就该忙起来了。第3个时间段就是日落的垃圾时间，在日落之后呢，是有一段垃圾时间的，就是太阳刚刚从地平线落下那个时间。那个时候呢，地面已经没有这个金光了，然后但是呢，天空还是太亮，然后地面呢还是太暗，所以呢，天空该过曝的过曝，地面呢该曝光不足的地方还是不足，所以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好好歇会儿吧。刚才日照金山已经这么半天了，咱们休息10分钟。哎，你看我今天在胸口带了一个新的设备，就是大疆的 DJI Mac Mini。就这个小玩意儿的话，在网上已经有很多人做评测了吧。吸引我的地方其实就3点，第一就是它超小的体积，就是你佩戴是完全无感的，只有10克的重量，你感觉就像一个纽扣一样。而且像我平时只穿 T 恤，你看不会因为一个麦克风把我的领子给扯歪，重量轻。第二一点呢，就是它的待机时间超长，充满电之后11个小时，什么概念？就是我从早上出门一直到晚上拍摄结束，我是不用操心电池这个事儿了。然后第3一个呢，就是音质。其实麦克风只要你把它位置放好，它的音质大家都不会太差。但是 DJI Mac Mini 它是自带的一个小的防风罩了，所以说免去了所有的外接麦克风，免去了充电的设备，免去了自己还要去就把这个麦克风放在哪儿。这个小东西方便，就1个字儿。日落的第4个精彩时段就是日落之后10到15分钟。这一段时间，所有的好看的东西，基本上好看的景象都在这个时段发生。好不好，咱看什么？看运气，看老天爷啊，给不给力，给不给你好看的东西。这种情况一般分成2种，一种是天上有云，一种是天上没有云。先说是有云的情况，有云呢也分成2种，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头顶上有云，离咱们近上有云，有这种低的云和高空云，但是远处太阳落山的地方没有云，这个呢就是运气好。因为太阳落下去以后，它的余晖依然会擦过这个地面，然后照到天空的云彩上，这样呢就形成了咱们看到的那种金灿灿红色的那种彩霞。这个高空云的彩霞和地面这个彩霞的颜色还不一样。我当时看着最好看的是在南极半岛，那个时候整个我头顶上全是大片大片的云彩，但是被那个夕阳的余晖照的，就是通天都是红色的，非常非常的好看，震撼。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头顶上云彩不多，但是西边远处有云，这种情况呢，你基本上就可以洗洗睡了。就也许在太阳落山的时候，远处的云会被阳光照亮出有那么一点金色的这个彩霞去愚弄一下你，但是呢，你也别等了，因为随着太阳的落下，远处的云会把阳光完全遮盖住，你今天晚上是不可能有再好看的影像出现了。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天空没云，就像咱们今天一样。这个其实我是特别喜欢的一个场景，而且呢，这种场景非常有学问。在晴天的时候，千万别把相机光顾着对西边了，把相机转180度，咱们看反日点。这个时候好看的东西就在这边呢。你可以看到在
这个天空上是有一个从淡蓝到白到粉红的一个渐变的色带，这条色带有个名字叫维纳斯带。在维纳斯带，如果你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平坦宽阔的地方，你可以看到维纳斯带下边还有一个拱形的一个灰色的影子，这个影子就是咱们整个地球的影子。这个是非常好看的一个光线，在这个光线下边的话，你不论是拍风光、拍人像，甚至拍街拍，拍什么都好看。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光线。我记得这个维纳斯带，我们在去南极的时候，因为南极的时候呢是夏天去，它正好是在这个极昼，因为太阳呢入射的角度比较低，所以这个维纳斯带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得多。如果您要在普通的回归线高纬度地区的话，这个时间可能也就持续10到15分钟，但是在南极的时候，整个过程可以持续将近1个小时，甚至更长。而且这个维纳斯带出现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时间，就是当它再过晚一会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天空还是有这种淡蓝白色到这个浅粉的这个渐变，但是地面的物体因为已经失去了天光的照射，所以它就变成这种灰白色。你能看到一个渐变的色彩前面是这个叫白白的云彩。我们在南极半岛的时候，下边是绵延一直持续的这种海拔1000多米的这个雪山，灰白色的雪山，那个场景是特别特别好看。如果你要是想亲历见证这个场景的话，采风2025年11月份南极半岛行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我希望您也能够亲眼见证这个时刻。维纳斯带这个时候呢，你也别光盯着那边，你要根据当天的天气情况随时看。比如像今天维纳斯带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太阳西边落下的地方呢，因为天空的颗粒，所以还依然保持被这个阳光照的这种金色，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屎黄色。这个金色呢，在不同的大气情况下，它的颜色表现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要在海边的话，那可能就是一种粉色。如果我们要是在澳洲的内陆特别干燥的地方，它可能是一种接近那种红色所以但是这时间变化特别特别快，真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刚才我为什么说接下来那时间特别忙我指的就是这样。你的眼睛根本就不够用，你随时要这个架着相机，那边看着，是不是有其他的颜色出来了，然后来决定是不是要挪动相机，是不是要来拍摄。今天是个新月，你看天空，那个月亮已经开始露出来了，很漂亮。这是一个好看的时机，而且呢，时间再晚一点的时候，你能看到的这个天空西边的时候，有那个彩色的光条，也就是太阳在照射到地面不同高度的物体的时候产生的那种，就是光线明暗的那种丁达尔的那现象，类似丁达尔的现象。这也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时刻。你看今天隐隐约约的能看到一点点，但不是特别明显。我把这时间交给你，你来看看。日落的第5个时间段就是日落之后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呢，地面的路灯差不多开始亮起来了，然后呢，就是咱们所谓的蓝调时刻慢慢要开始了。这个时候呢，因为天空的亮度已经开始大幅度的降低，然后跟地面的光比慢慢减小，相机发挥它优势的时间就到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光比降低，所以相机拍摄的时候几乎把场景里边所有的光线的细节都可以记录到。然后你在后期的时候呢，你希望这张照片看起来像黄昏，你就可以把它亮度稍微拉高一点，甚至看起来特别舒服，因为光比正合适嘛。但是如果你也可以把这张照片的曝光降低，然后看起来就像晚上一样。至于是像黄昏还是像晚上，随您自己的需要。这是我最喜欢的时间，真的很出片，很出片。所有物体的光比，哪怕一块石头，都是好看的。哎呦，哈苏拍石头，哎呦，你看8点58，日落，整整30分钟以后，这天空是不是就像想说的时候，蓝调的时间最好看的时间出来了？所以你看作为摄影师，你基本上要
完整的清楚说整个在日落的过程中每5分钟这光线的变化，因为只有积累了这个经验，你才知道在什么位置会出现什么样的光线，能够拍出什么样的色调和色彩，对不对？你想要是没有经验的人，天都黑了，那回家吧，这啥也甭拍了，对吧？但是呢，我们摄影师可以骗人的。索尼 S3，你想要黑天就是黑天，你想要白天就是白天，摄影的魔术。好吧，你收着，我拍着，还挺好看的，是吧？就是，确实，哎，这画面这颜色真好看，这颜色真好看。真的，这光线下，哎呀，扎营多舒服啊！就天黑，火也起来了，然后哎，这时候就露营的话就开始生火了，然后还有亮，也不用打手电，然后篝火照在脸上，然后这个篝火的光壁也很漂亮。哎呀，该出去玩去了。然后这个露营最苦逼的就是天一黑，然后就该睡觉了，不然的话，你开着灯，然后去看旁边那个蚊子、虫子啊，就看起来很浪漫，实则就很苦逼。你看现在这蚊子已经开始出来了，所以现在是露营也是最舒服的时候。拍摄日落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第6个阶段啊，日落之后45分钟啊，在这个以后呢，你会发现天空基本上就开始变暗了，只有在日落的那角上还有一点点暖调的这个余晖，然后整个天空你看到就是夜色的感觉。如果你要想拍夜景画面的话，其实最好的时间是现在，因为如果要是再晚的话，你会发现天空如果那个黑色已经到你头顶的时候，那整个天空就太黑了，然后呢，这个光比就变成了天空太黑，然后呢，地面因为地面的灯光亮起来呢，变成地面太亮，这个光比呢又不好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带着大家经历了整个日落的一个拍摄的过程。你看，日落是8点20，然后咱们是从7点半到这儿，一直到拍完了，大概是9点10分左右，整个这1个小时45的时间。所以呢，我希望您有机会呢，也亲自去经历拍摄这一样过程，彻底的去理解一下整个日落过程中光线的表现。我觉得这对于一个摄影师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这种技巧差不多能跟随你一辈子。当然了，如果你想去实践一下自己的技巧，跟喜欢摄影的人一起来拍的话，您可以参加采风的超级摄影团。在明年我们有几个特别好的拍日出日落的好地方，一个呢就是2025年的4月份加勒帕克斯群岛，就是那个达尔文物种起源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2025年的5月份，在地球上最好最适合于拍摄星空的地方就是纳米比亚的内陆的沙漠，然后那里边有最纯净的星空。还有一个就是2025年的8月份的肯尼亚，好吧？希望能跟大家一起见证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好看的日落。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我是大毛文，咱们下期再见。